原文：有物昆成，先天地生，秀呵谬呵，独立而不改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谓之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吾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士，士曰远，远曰反。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国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白话：宇宙初时混沌，有物名为太素，可称时空元素。太素由意识虚拟，因此无法被分割，却不断增生扩大，最终宇宙演化可预测，有为太甚必然反。意识宇宙在扩大，人行王道需方法。人类从世界，世界从宇宙，宇宙从规律，规律从自然。在宇宙最初的时候，一切尚未分明，混沌之中有一种存在，古人称之为太素。它像是一种时空的原质，也可以说是宇宙万有的胚胎。太素并非由物质构成，而是由意识所虚拟，因此它无法被实际分割，却能不断自我增生、扩展，随意识的不断累积而生出无穷的变化。随着演化推进，宇宙逐渐展开秩序，万象的生成开始有迹可循。当有为过度，反向的醒悟力量便升起。无为正是自然的平衡之道。人若要在宇宙世界中行无为治理，就必须顺应这层层作用的影响力。人类取法于世界，世界取法于宇宙，宇宙取法于规律，而规律则源于自然。太素是宇宙的基础元素，一种不可被物理分割的虚拟物质，而道则是孕育太素的意识规律。如今，宇宙的有为演化走到了极端，而物极必反便是自然之理。然而问题在于，我们究竟希望宇宙依循有为惯例，再度寂灭，重启轮回，还是希望它能透过无为治理，恢复太平而长治久安？该反向何处，全在我们的一念抉择。显然，黄老之学所主张的，不是反，而是反；不是反抗破坏加速极灭，而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回归本源。唯有如此，宇宙与世界才能复归于自然清净的太平之境。宇宙因有为而浑浊，世界因贪婪而枯竭，而我们就像生活在浑浊水中的鱼，要怎么办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游回清净的上游。佛法试图以宗教的力量反演化，让个人修行净化无数微观世界，以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方式，引来三世诸佛的护佑，救度众生离苦得乐。而王道则以政治之力反演化，在现实中创造太平与大同，使天下人民淳朴善良，安乐幸福。那时，大洪水已渐渐退去，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也不再是西海，而一望无际的南海也变成云梦大泽，天地气候趋于稳定，万物复苏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东方文明内在成熟而健康，正处于壮年期。因大洪水之故，东方文明与世界拉大差距，约早2000年左右。
因此觉悟真相爆发期也约早于佛陀2000年左右。再加上王道取法于自然，本来就热衷于领悟自然规律，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悟真相，而能预见有为之害，如落入瀑布坠入深渊，于是将无为的治理智慧融入王道之中。有物昆成，先天地生，这句话说的正是宇宙生成的最初阶段，一种具备时空概念的初始物质诞生，名为太素。我们可以把太素想象成宇宙最原始的粒子，有点类似西方哲学所说的原子，只是不同的是，太素并非真实存在的物质，而是由意识所虚拟所生成。太素是第一层宇宙世界的基础元素，而我们所处的世界则是第5层宇宙的展现，层层相生，层层相应，规律却始终如一。万物的存在其实都是相对的，所谓的真实只是主观意识的解读感受，若没有主观意识的解读，宇宙万物不过是流动的信息，就像一个没有玩家的虚拟世界，它仍在运行，却无人观察，无人觉知。而这正是黄老思想最深邃的启示，宇宙由意识而生，而道是意识规律，智道若顺应这层意识规律，便能透过无为治理，让天下乃至于宇宙回归清净太平并长治久安，而不再陷入有为的循环与反复。在黄老思想的宇宙观中，当下的宇宙可分为7层，最底层也就是第0层，名为太素，它由意识所虚拟生成，因此无法被任何物理方式分割。自太素起始，由内而外逐层展开宇宙结构，可依佛家所观察到的6道境界，排序其他6层宇宙的世界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间与天人。物理的规律是由内而外衍生，而意识的影响则是由外向内驱动，也因此，我们的演化方向其实正受天人意识形成的趋势所引导。然而，天人的意识并不会直接干预人间的规律，因为两者之间的时空尺度相差过于遥远。对我们而言的永恒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瞬，而无数人间世界的无数轮回，可能只因他心中的一个念头，想与天人意识直接沟通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除非能够超越时空。而超越时空的方法大致有2条路，一是修行达到极致，以心超越形，如佛陀般能感通宇宙之本源；二是以科技之力，借极高速的运行，跨越巨大的时空尺度。近年有学者研究一种单细胞生物黏菌，它没有神经系统，却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智慧。研究者尝试以食物排列教它识字，与它沟通。3年之久，黏菌忽然做出回应。他问了几个语义不详的问题，大致的方向是：你是永生的吗？要怎样才能永生？他的回应震惊了研究者。3年对人类只是短暂的实验，但对于操控黏菌运行的微观智慧生命而言，却应该是漫长无尽的永恒。或许
这正是一次微观智慧与宏观研究之间的交流，也提醒我们，无论巨观的天人，或微观的阿修罗，都同样映照着宇宙意识的层层递进。人若能洞察其中的规律，便能理解治理与存在的深层奥义，那就是一切皆由意识所成，而意识正是与万物沟通的桥梁。宇宙万物其实都只是意识的解读，离开了意识，便无所谓存在。无论是在微观小千、宏观中千，或巨观大千世界中生活，其实对于主观意识的生命体验，都并无太大差异。换言之，天人的一生，对我们如同永恒，但对他们而言却与人间100年差不多。整个宇宙之中，只有被主观意识观察到的那一小部分时空，才呈现出相对的存在，而未被主观意识解读的宇宙万物，都只是如同资讯流般的意识流。就像一场庞大的虚拟现实游戏，只有被玩家进入的副本才会启动，未被解读的世界，只是潜藏于城市中的代码。而如今，宇宙的最大问题正是太有为。古书中说，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夏朝黄老们早已看出，当前宇宙已过度有为，最终必然走向暴乱灭亡的极灭之途，因此很自然他们倡导无为之道。佛老们也同样感知到，这个宇宙正逐渐走向地狱化，他们呼唤众生脱离苦海，因为宇宙的时空结构极其庞大，它的生灭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漫长与艰辛。黄老思想试图以政治之力缔造太平世道，佛老思想则以宗教之心净化微观世界。两者虽走不同的道路，但目标却一致，都是为了净化这片浑浊的宇宙湖水。黄老的做法像是以自然之法治理污染，让湖泊重新恢复清澈，而佛老的方式则像是幻化为贝加尔湖的生物般，从内部开始净化整个生态。黄老的治理法宏大而广博，佛老的治理法深远而彻底。两者若能相互补足融合运用，那么人间的王道治理或许也能降服其心。天人之心，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，国中有4大，而王居一焉。这段话道出了影响世界运行的4大作用范围，由大而小依序是道、天、地、王。所谓的道，是宇宙形成的意识规律，它无形无相，却影响着一切存在。天是天人意识形成的趋势影响力，主导着宏观世界的演化方向。地是地球生态的运行法则，影响着万物生长、繁衍与循环。而王则是人间的治理者，在有限的领域中影响治理，并承接到天、地3者的影响。而王的责任就是在这一切作用之间，让世道回归太平。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那么道究竟是什么？道是宇宙形成的意识规律，它既非真实存在，也非永恒不变，而是一种由宇宙众生的意识
自然汇聚而成的规律惯性。宇宙始于有为意识，有为自然就是宇宙运行之道，它使得世界更真实、更完善、更完美。然而，当有为过剩，宇宙众生势必都将卷入地狱化的漩涡深渊之中。此时，无为便自然成为解救之道。道的影响最为深远，却也最不明显，但唯有彻底掌握当下宇宙有为之道的脉络，才有可能将无为之道发挥到极致。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莫生不殆。宇宙的开端源自一种有为的动能，这股有为使虚无生出形象，使意识凝聚为世界，让万物渐趋真实，凡复与具体。然而，当有为太盛，执着于造作与掌控，世界便逐渐走向极端与地狱化。因此，无为正是宇宙的解药与良方。宇宙因有为而生，却也需无为来返本。若顺其自然，不加干预，世界将不断恶化，直至极灭。唯有反其道而行，以无为的治理，顺势的导化，使宇宙万物重归健康与理想的状态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道、天、地、王，乃至道四大影响力。道源自宇宙意识的根本规律，天源自天人意识形成的趋势，地源自地球众生形成的生态，王则是人间诸侯推戴的领袖。道法自然的要义，正是疏导这四大影响力，使其顺畅通达，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大治。无强为之名曰大，大可谓宇宙的演化本身。大曰是，是一指宇宙的规律可循、可推演。是曰远，说的是当有为过剩，远离众生福祉时。远曰反，则是觉悟宇宙有为的中途险恶，而以无为之道返归太平之途。唯有以无为的智慧，才有可能将有为之道的洪涝险恶疏导转化为利益众生的全圆坦途。